西平大侠夏福刚被抓的视频你看了吗？就这种恶劣的环境啊，他还得出新的夏福刚。当然了，这些视频习近平也看到了，他接下来啊就要开始新的一轮收权运动了。那你说他都定于一尊了，还要收谁的权呢？这个群体啊非常特殊，他们平时属于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，现在啊他们要迎来新的太上皇了，叫做第一书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8月9号。昨天啊，人们都希望那位西平大侠能够逃出升天，至少能继续隐藏着。但是啊，他跑到了邻县，叫做漯河，那当地人啊，就为了那几万块钱，把他给告发了。咱们必须得关注啊，在当地的乡亲们保护之下，他藏了生生10天。有吃有喝有充电器有电池，但是你一旦离开自己的家乡啊，外边的人可不管这个，2万块钱啊够那个卖李老头1年的收入的。当然了，这件事的副产品就是整个的漯河啊都挨骂了，人都说漯河出的那个卫龙辣条不要买了，对吧？火腿肠双汇也不买了，那也是等于跟着吃了挂烙了。那咱们就来看看那个抓捕的现场，你能读懂中国吗？首先啊，有一件事我相信习近平也看到了，就是基层人们素质之低。第二啊，这些基层的爪牙们也产生了分裂。你看嘛，那个抓捕的视频啊，10几个人压着那一个夏福刚，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警察直接一把对着那镜头就把人那短裤扯下来了，那人家的隐私部位啊全部暴露出来，这个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你10几个人，他裤裆里还能给你藏地雷吗？就是故意的羞辱。他拿这种老百姓不当人，那地下人啊还得再出新的夏福刚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些年轻领赏金的人之外啊，有一部分警察老的上岁数，明显是满脸愁容和焦虑，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马上就会成为乡亲们眼中的叛徒汉奸，你把我们这大英雄啊给抓起来了，给出卖了。那我们重点关注的倒不是这些细节，而是习近平会怎么看。在昨天的节目咱们讲过了，老习发现自己的基层组织不给力，村支书根本就指挥不动村民，村民开始磨洋工了，说拿着棍子到那个乡村里边抓人去了，实际上是资敌去了，直接拿着火腿肠充电宝啊，有的人甚至把摩托车钥匙直接往那一放，意思就是大英雄你啊骑着摩托车啊有多远走多远。当然了，这种事儿老习看在眼里，他应该是要解决收权的问题了。但你要问这种在北京定于一尊的人，那怎么收权呢？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，这个权力还是很大的。目前啊，他没收干净，因为这个是有法律保障的。当然了，老习也不是按法律办事的人，他接下来啊一定会这么干。这个群体啊，是中国50万的乡村的权利。按照中共自己的表述，乡村是自治的，你有法律的保障，有村民自治法。我呢，党中央是不下线的，但是他名义上是这样，实际上他有一个叫村党支部书记，你得接受乡党委的领导吧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这次老习发现了乡党委书记管不了村支书，因为村支书他就是本村的人，他和家族和自己对立面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有时候是碍于情面，他不愿意得罪自己人，不愿意干这个坏人。你看这位大侠能够在玉米地里藏10天，这村支书合格吗？在老习眼里那肯定是不合格，你肯定包庇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他可能要实行另外一招了，这招叫做空降第一书记。
实际上老习啊，他已经在这么干了。在他这个2013年上台以后啊，他也想拢这个乡村的权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啊，这点必须和海外的朋友交代一下。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村都是贫困的，什么吃不上饭，那是中西部贫困地区，大概有一半，也就是30万个村子啊，这个是很富的。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在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福建，有些村子它每年的流水啊都是上10亿，甚至是上100亿，这种村子是很多的。村支书他就是当地的太上皇，因为这个有个特点呢，村支书没有任期限制。有时候一个人30岁当村支书，他一直干到60，30年，他就是土皇帝了。最后他退休的时候，让自己儿子接着干。像那个吴仁宝不就这么干吗？就是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。另外啊，一个村子大了以后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。我们和广东一些村子打交道，他的企业有时候就能干到中国的500强。村支书下边管着什么呢？管着工业经理。这个工业经理是管所有的厂房的，每年收的租金啊上千万。第二呢，他还有一家叫商业公司，这个村子的商业街面全部是集体的，租给谁不租给谁，谁的关系，商业公司总经理啊拥有极大的权利。另外还有一个农业公司，你就可见手里边过几十亿这样的村支书啊，你把他上调的当个副乡长啊，当个乡助理啊，他不去。他觉得那个东西啊含金量太少，还不如我这村子一年上亿、100亿的资金啊过瘾。所以啊，这些富村子有时候是失控的。那老习想了一个办法，叫做我空降第一书记，而且这个第一书记并不是乡镇啊，你派一个人，那个不行。因为乡镇的那些镇长啊、副乡长呢，他也是本土本乡的，也难以这个逃离这个人情世故。他是怎么来的呢？应届大学生要么就是这个中央党校的一些官员，要么是国企的官员，每次待2年，实行轮换制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人呢，根本跟你的村子没有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他就是来做监督监控的。这就是太上皇。你每年几百亿的资产，我当然要过账呢。那你又想，村支书本身就是一把手了，有的时候呢还要兼这个村委会主任，意见挑。新来这么一个第一书记，谁听谁的？这就是中国法律一个擦边的地方。在法律上，第一责任人仍然是人家村党支部书记，他有签字的权利。但是啊，他又加了一条，在重大事项上影响这个村民利益这方面呢，要接受第一书记的指导。这个指导啊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他有最终的否决权。你看，这个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太上皇了。现在这种第一书记有多少呢？根据中共公开披露的数据啊，已经超过了10万人，也就是在沿海的广东、福建啊、山东这些富裕的地方已经有了。这次河南出了这个事儿，村支书直接拉胯了，下面的人呢根本就招呼不住。所以我判断啊，这老习可能会向中部地区，当然太穷的他不搞，他也会派出这样的第一书记。反正2年一轮换，他掌握了否决权。这实际上啊，就是中央收了这些乡村村民本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自治权利。像皇权不下线的事儿啊，一去不复返了。村支书说了算的事儿啊，它也是逐渐被消融。那你说这种事儿有什么弊端呢？有。当所有的乡村都有这样的太上皇的时候，你就甭想着有什么创新发生了。中国的民营经济起步实际上是乡镇企业，现在也不可能了。大家啊，很可能会集体进行反贫。如果都举着习主席万岁的时候，搞啥经济啊？那就只有搞这个斗争一条路了。好，这是我个人的观点。
如果您有自己的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也欢迎加入大卫观点频道，咱们经常都有更新。明天再会。